你妈今天给我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，说你不给他们生活费了。1个月1万的生活费少吗？那他为什么还找你要啊？就给我弟了呗，跟我嚷嚷半年了，说要在老家开民宿咖啡厅。哎呀，我估计钱用完了呗。知道我为什么有时候讨厌你吗？啊？因为你总是劝我要包容，要对家人好，要对兄弟好，给我洗脑，灌输我钱不重要，感情最重要，亲情最重要。结果呢，就变成了我现在的这个样子，名副其实的傻大姐。只有二英和小英他们会这样劝我：林楠，你太累了，那累了就割舍吧，原生家庭的痛，断舍离吧，即便他们是你最亲的人。前段时间失眠来着，我就突然想起我曾经看过的一个电视剧啊，里面有一个台词，我觉得说的太好：养儿防老。那父母就是你天生的这群人，你永远都要想着怎么还债，怎么报恩。所以说，养儿防老不是美德，是交换。孝顺父母，你做得很好。我以前听这话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刺耳，现在呢，完全理解了。不管以后我们2个人会变成什么样，我们都不要这样对小果，好吗？你确定你不吃一点啊？我刚吃饱。回来了，兰姐回来了啊！来，给你们的零食续上。谢谢。怎么样？那个秋秋带4盘他们吃饭去了，然后还有2个在里面补觉，昨天晚上加了1晚上班。哦，辛苦。兰姐，喝水。谢谢。投资谈的怎么样了？还没有什么进展，不过我会努力的。抓点紧啊！最近挖我的人特别多，扛不住了可。好的。当真了。那个活动我肯定是帮你做完了再走。哎，你们来看看这个。备材之前我问我老公，我现在是 manager， 你看我要不要努力争取当 director？老公很泼冷水，20岁的时候你有这追求可以，40岁就不要有这种念头了。写实啊！写实什么呀？现在20岁出头的那种过劳死也很多，好吧？要照我的想法来说，这30岁以前，那就得尽情挥霍，不要被工作绑死。那40呢？哎，40岁啊，那可就到了这个拼搏的年纪了。你像你这个精力、体力都跟不上趟了吧？熬夜、蹦迪跟我们没关系了吧？你要想这个时候不被社会淘汰，那就得努力工作啊。我说的对吧，奶奶？对。哎，你就说我吧，我那个20岁的时候，那是1尺9的小蛮腰啊，1年最起码谈3男朋友。现在呢？2尺9啊。瞧不起谁呢？现在33了。珊珊，你帮我算一下，咱们公司账上的钱还够维持几个月的开支？活动策划和场地租金花去不少，剩下的最多够支持3个月吧。这个钱现在也很重要。张一飞几个月了？到你了。老板，不到2个月啊。那你赶紧回家吧，这儿啊3个月才建档呢。我还没有计划要孩子呢。哎呀，
我们可做了3次试管啊，哎，到现在都没有放弃。你姑娘，你这么年轻是？流产挺伤身体的。来，老婆，坐下去。姑娘，不是万不得已，家里又有能力照顾。我是说，如果啊，趁着能生，你就生了吧。其实，有个孩子也挺好的，是给家庭添欢乐，不是？啊？哎呀，我们以前呢也是不珍惜，等到现在想要孩子啊，哎呀，太折腾人了，花了大几十万不说，老婆还很受罪。谢谢。殷小美，到你了。哎，好，来了。哥，开门！你怎么关机了？邻居说看见你在呢。那我把吃的放门口了，你记得拿。爸，还好吧？你妈让我劝劝你。劝什么？你说呢？爸。你当初为什么要抛下我们？生下你的时候，我以为有能力对你好，可是后来发现我自己的日子过得一团糟。我没有想扔下你不管，是害怕当不好爸爸才逃走的。只有你能是我爸爸，也只有你才能是我的好爸爸。奥利，爸爸这辈子亏欠你太多。那你们当初是不是就不应该生下我？怎么会？我们是因为爱才决定生下你呀。我和你妈妈当时还很相爱，可是因为他们要拉你妈妈去堕胎，我才带她跑的。英律，开会了，大家都等你呢。喂，桃子，我可能得麻烦你帮我跟杨总请个假，我今天暂时去不了了。啊，你要出去玩啊？差不多吧。我帮你订票。暂时不用。但是得麻烦你帮我把这几日的行程都先取消掉。那是哪几天啊？我有信儿再告诉你吧。好吧，今天先这样，谢谢桃子。
如果殷小美执意要生下这个孩子，孩子我可以认，可钱，她一分也休想得到。喂，小姨，你快点接电话，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说，快点！你听我说，这个孩子我要留下来，你不要去做手术，千万不要。孩子他已经打掉了，刚刚殷小美发来的诊断书。还好吧？你都瘦了，都过去了。艾姐，怎么了？你交给我们的画廊烧了，什么都没了。没事，人没事就好。你们俩都没事就好。陪我看看孩子去。谢天谢地，妈妈回来了。徐姐，徐姐，开开门。这家人真不是个东西。现在孩子肯定没事儿，但是你得安顿好，你得休息好。去我那儿吧，刚好意外在我那儿。别了吧，你跟徐鑫还没扯清楚呢，还得送果儿上学。去我那儿，我那儿还宽敞。算了，不麻烦了，我就随便找个酒店就行。那怎么行？对啊，你自己一个人。去我那边住好了，人少，很安静，可以好好休息。主要是没人知道，可以避开媒体。就那么定吧，去我那。别样了，随便填这几样东西。你坐吧，我先早点睡。来，先喝点水，等下就吃饭。我还不太饿呢。不饿，还是吃晚餐吧。画廊的起火原因查清楚了吗？确定人为纵火。虽然你有不在现场的证据，但保险受益人是你们夫妻。老谢的案子一定不了解，保险公司那边就没办法确定能理赔。你把画廊交给我，我没有给你看好。怎么能怪你呢？你还是最早提醒我的。他们说的也对，
这里面本来就没有一分钱是我的，少了情景。我好像突然饿了，你请我吃大餐吧。走，我请客。代言？我没钱啊。你觉得他会答应吗？这个我可不知道。我这想来想去吧，身边能够够得上明星的，也就是他了。行，那我把他推给你。哎，那你帮我先递个话呗。哎，别，你自己去跟他谈吧。啊？成不成，我不管。还有，公事和私事，我不想混为一谈。行，那你就把他微信推给我。哎，我放一些吃在冰箱，明天起来可以热一下。我买一些蔬菜水果，明天让配送过来。再来这边物业靠谱，非常安全，记得睡觉前反锁一下门。那你今晚住哪？我啊，随便找个地方住，没事。感觉我好像鸠占鹊巢一样的，怪不好意思的。要不然我睡卧室，你睡客厅。我睡觉比较轻，主要是怕你打呼噜吵着我。那倒是真的有可能，那你就得忍一下了。请李奥琳来代言不好吗？啊，胖姐啊，来说说。李奥琳的粉丝都是小姑娘吧？我们网站的目标群体都是老女人啊。这个中年妇女、中年少女。哼，哎，但这李奥琳到底是谁啊？你真不知道啊？我真不知道。你看我说吧。那怎么办呀？我都已经跟他说了，而且他也已经答应了，还答应帮咱们写一首推广的歌。我冲动了，好睡了。楠姐，我倒是有不同的看法哎。现在网络杀时间的主要人群还是20岁以下的年轻人。20岁以下，00后啊？从用户的活跃度来说，95后、00后贡献了最多的流量。后台数据显示，参加话题讨论的90后和95后用户挺多的。为什么呀？能为什么呀？我们这个年纪就围着孩子加班上班都没时间了，哪有时间闲聊啊？像什么情趣社区和找兼职啦，这2个板块参与互动的35加用户就比较多了。哎，那我倒是觉得我们找李奥琳刚好。为什么？你们想呀，我们先用它来吸引一波年轻的粉丝，然后再通过这波年轻的粉丝去影响身边35加的人群，而且我们还可以设立一些奖励，比方说像关心身边的姐姐们，反正就是语言调侃一点，身段放低一点儿，对吧？或者用一些现在社会上流行的缩略语什么的。啊，我知道，什么 NBCS 啊，KSWL 啊，LWGCF 什么的，对吧？什么是 LWGCF 啊？来我家吃饭。
现在的小孩们活得很理性的，他们也有焦虑，10几岁就一边写护肤心得，一边建社交账号，做媒体带货，月入5、6万，号称什么实现财富自由。要疯了，5、6万，我们还活不活啊？哎呀，慌什么慌什么慌什么？他们这个不都得父母拿出来做本金啊？等他们到我们这个年纪再说，慌什么焦虑什么？所以正因为没到35岁，这些话题才可以吸引他们不断的讨论下去。为什么？因为好奇？可能吧。生活在别处。不，我觉得是这种对我们中年妇女的远程嘲讽。反正不管是什么吧，我觉得35+这座城欢迎所有年龄段的人来玩，他们可以在这座城里扮演不同的角色，所以我们不要把他们排斥在外，因为我们需要他们。那李奥林他在中间扮演什么角色啊？灯塔。一楠姐，我会根据你们的诉求再修一版歌词，尽快给你们。谢谢啊，只要上线前1周给我就行。应该把 MV 也给拍了。拍 MV 可能我们没有这个预算，不过你答应给我们做代言呢，我已经是感激不尽了。要是能早点认识你就好了。啊？这样，也许你就能帮我劝劝小美。她怎么了？她没跟你们说吗？没有，她什么都没跟我说过。来了，来。怎么样？身体好些了吗？好着呢。哎，你不会没？那天我去医院的时候，看到一对夫妻一直紧握着对方的双手，我忽然在想，我从来没有用我们的立场去考虑过这件事儿。我当时脑子里很乱，又接到他妈妈要跟我谈判的电话，为了考虑清楚，我骗了他们。但有一点，我从始至终都很明确，我对他是真心的。明白。但是你也重重的伤了他呀。他说到孩子没了的时候，那声音都是颤的。可我一时半会儿我改变不了我自己，所以我想等什么？我等他冷静冷静，如果他还愿意的话，再跟他好好聊聊吧。给，婶婶，对，420。你好了吗？这没想到，我们了解了半天，没想到35+这些妈妈们最大的诉求是接孩子。你以为都跟你一样啊？我怎么了？你有虚心呀！放进去。你在他们家住的还行吗？习不习惯啊？
啊，你要不习惯，搬我那儿去住。搬你那儿去。我现在这情况特殊，媒体盯着呢。你们家李10也招媒体，我这再一去，你们家门口可就热闹了。还真是，这么一说，我都怕了。哎，英冲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呀？啊？你戳我干嘛？我其实也挺想问的。英冲这个人确实还挺好的。挺好，确实还挺好的。哎呀，这么多年了也没见你夸过谁，这几个字儿，行。我看也行，尤其是你呀，你都不跟人家学学，你这有贼心没贼胆的，记住吗？没有的事儿，没有。你俩怎么还打上暗号了？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错过了什么？不是你什么都没错过，就是我决定了，二婚，我要嫁给工作，我热爱它。你要早一点跟你那前老板叫啥来着？薛董。表白的话，你现在还踏踏实实的吃着你的安稳饭呢。我的罪不是不爱工作，我的罪是不是25岁。那再说说英冲呗。我去上个洗手间。用我们陪你吗？不用了。请全体起立。彭城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近日，彭城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谢长江、张小舟等人涉嫌操纵证券市场、组织、参与、领导黑社会组织案进行一审宣判。被告人谢长江犯操纵证券市场罪、行贿罪、故意伤害罪、故意毁坏公司财物罪等数罪并罚，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。来，很难受吗？还好，还好。喝点水。谢谢。你在餐厅晕倒了，他们把你送过来，我一直守着。他俩呢？太晚了，我让他们先回去了。你要是难受，说说话，分分神。说什么？说说小时候。我妈妈是镇子上最漂亮的女人。走到大街上，所有人都会看的。我爸就把她锁在家里。她只要出门就打她。有一天我放学回家，我妈拿着刀片要划我的脸，说女人长得好就要倒霉。后来呢？后来她哭了，她抱着我哭了很久。
说说你。我普通人，没什么可说的。让你不要来陪护，你非要来，我这打着药啊，还要我讲故事给你听啊？哎呀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行吧。我从穷的地方长大的孩子，不爱读书，老想上街当流氓。后来跟一帮小混混打架，背后挨了一铁棍，在这还留着疤。不过那棍彻底把我打醒了，打通了。从那个时候就不想打了，想读大学，读名校。后来真的考上了，也没进。一群人天天在研究怎么考证出国赚大钱，我就退学了，到处跑。你为什么在一个地方总是待不住啊？总觉得缺什么吧？缺什么？缺一个能把我留下的人。早。你醒了，早。这么多文件。现在案子判了，调查结果他花廊纵火没关，现在可以正式走保险公司理赔了。你看这些保险公司收钱时候痛快的，理赔起来跟狗肉似的。我跟小尤分都准备了，今天下午就可以准备走程序了。这本来是我自己的事情，结果要麻烦你了。你还是好好休息，理赔完了就可以收到钱，结小的工资，这也算他自己事情。你的工资我还没跟你结呢。算了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欠人，其实我也是。你记得很久以前，你救过我一次，那是你刚结婚，你跟老谢在酒楼吃饭，还有一个大佬，他发消息有一只股票大涨了，那几个全赔了，欠了一屁股债，到现在还有一些人没有还完。那你呢？我听你劝，没有买，我拿那笔钱去投资别的，还赚了一小笔。其实，你可以不提醒我们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所以他们觉得你只是漂亮，我觉得你很善良。这是举手之劳，你到现在还惦记着，说明你才是善良的那一个。所以你不用怕付不出来我工资，这样算了，我还欠你。好在你这住了这么久，要算上房租，应该也不少钱。那好吧，咱俩扯平。哦，对了，我等一下收拾东西，我去我朋友那边住。老谢的案子一判，媒体就像苍蝇一样，全世界的找你，他们是要看你真财产。拿走的应该是我。媒体就在等你出现，你还是留在这边避避风头吧。你是我老板，
他们迟早会盯上我，我也不能随便进进出出，否则这边就不安全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连累你了。没有什么连累不连累，遇不上就算了，遇上了就认命了。你来了，哎，一起看看。我发现Leo这歌啊，真是越听越好听。楠姐，我想辞职了。你说什么？楠姐，我想辞职了。对方给我开2万1个月，吉他有6根弦，我走了，你还有5根还能弹，是辛苦一点。你想说这个话，是不是已经很久了？楠姐，对不起啊。没什么对不起的，恭喜你，证明我之前没看错你。你一定要好好的飞，别让我失望。楠姐一定要成功啊！我会让你后悔的。好。小心。喂，芳姐。妈，你开开门。那我把孩子带走了。我听到先生宣判，一直都是这个样子，不吃不喝的，也不肯下楼，睡觉也不回应。太太这个月的家用，他到现在也没给我。老太太拿自己撒气，随便他。就是2个孩子现在正在长身。你放心吧，我那儿还有点钱，我一会儿就转给你。不管他吃不吃，还是按时把饭给他送上去。家里就辛苦你了。应该的。对了，学校来了封信是吗？哦。太太。你们在这等一下妈妈好吗？好。老师，麻烦您，我把孩子交给您看一会儿，我去找校长谈点事儿，好吗？你在这乖乖的啊。陈校长您好，我想问问您这封信是什么意思？谢太太。来，请坐，慢慢的。不用坐，我站着也可以听得很清楚。这封信啊，只是一个程序而已。这是什么程序？你也知道我们学校的一些情况，不是一般的公立小学，所以有一些专门适配教学特色的程序。比如说，某些学生家长出现了一些问题，
那我们还是要考虑一下家委会和董事会的意见吧。董事会和家委会的意见就是取消我2个孩子的入学资格。就算是家长出了什么事，为什么要连累的孩子？这是旧社会吗？你们在搞连坐吗？谢太太，我们这里是学校，是教书育人的地方，我们对学生家长和家庭的要求，甚至超过了对孩子本身的要求。毕竟你们父母才是孩子的第一老师，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，那才是最大的影响。不要说您的孩子了，现在就是谢先生和谢太太，你们2位也很少有人愿意和你们来往了吧？